你是不是也曾经满怀热情的下厨做菜，结果吃完饭最讨厌时刻就来了？没错，就是那一堆堆叠成山的油腻碗盘啊。有时候真的不是懒，可能只是刚好一次没有空洗，结果就堆了一些。下次又更忙，看到碗盘叠更高，就越来越不想碰哦，最后根本就洗不起来。这时候就能完全感受到洗碗机的魅力哦。但在租屋啊或是小坪数的家庭，空间有限，想要装台厨下式洗碗机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如果告诉你啊，有一台洗碗机不止省水省空间，连装都不用请水电师傅，还能洗干净又能烘得干，那你是不是有一点心动？来，今天就要介绍这一台哦，戴可新推出的全自动臭氧烘干洗碗机 HKE 700哦，这个型号还不错哦，应该就可以完全解决你的问题。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很多朋友都喜欢自己动手煮啊，我也不例外。但说到洗碗，是不是立刻就直接想要打开外送 App 啊，直接叫 Uber Eats 或者叫 Foodpanda 比较快？但说到洗碗机，每个家庭又有每个家庭的痛了哦。先说到前面啊，虽然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这台戴可桌上型的洗碗机，但还是有几种的状况啊，我会建议你直接跳过这一台哦。首先，是你的家里的空间完全可以装得下大型洗碗机，像是厨下型的这种的啊，而且经济负担得起，建议直接入手大型洗碗机，像是 LG 啊、Bosch 啊这种品牌的洗碗机啊，绝对是最佳选择，因为容量大，碗盘再多也都放得下哈。另外就是坚持用手洗比较干净的朋友，我相信你绝对会很热爱洗碗啊，买洗碗机也是浪费啊。那不想洗碗，但家中的空间又不允许放大型洗碗机的朋友，像是住在老公寓、小坪数的家庭啊，或是租屋处的朋友啊，难道就每天只能点外卖吗？这次要介绍的戴可洗碗机，根本就是这些朋友的救星啊！因为安装真的是超简单，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家里的装潢啊，也不怕空间不足哦。戴可这台洗碗机外观是还蛮白净的哦，设计上是以圆润的立方体，然后尺寸只有42×41×43.4公分啊，大概就像一个正方形一样啊。在桌上洗碗机中属于算是小型的，但内容量不会比体积更大一些的桌上型洗碗机小。这原因就在这个戴可洗碗机里面，它没有水箱的设计，也就是说你洗碗前不用把水加进机身中。不过你可能会疑惑，那水要从哪里来哦？那说明水从哪里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开箱的配件哦。除了洗碗机跟洗碗篮以外，还有一个筷子的篮子，那用来置放筷子跟汤匙，里面还有附上清洁刷，另外还有3条水管。还有水管的相关配件，那水管分为吸水、进水跟排水。那大家可能会疑惑吸水跟进水有什么差异？其实这个就是戴可洗碗机最大的特色之一。它有着2种进水方式，第一种就是连接水线的自动进水。如果是其他品牌的洗碗机，直接请师傅来协助，可能会比较容易安装。但戴可洗碗机的安装非常简单，它附上水龙头的3通转接头，可以直接接上大部分流理台的水龙头。那使用时打开就可以哦。另外一个就是吸水模式，只要在洗碗机下方放一桶清水，它可以自动吸水来提供洗碗机使用。那官方说明书上表示最多只要4.8公升的水，所以呢，大概就是一般水桶的8分满就够用了。要提醒一下，说明书上有提到进水桶呢，尽量放在比洗碗机还要低的位置，可以避免虹吸现象造成过度进水。那机身背后呢，也有可以调整进水跟吸水的开关，所以记得要切换成正确的位置哦。那排水的部分如果是放在流理台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把水排进流理台里面的水槽就可以了哦。那它还提供了固定吸盘，方便吸附在水槽里面。如果在其他的地方最方便就是放一个污水桶那去接水，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很可以。那也因为这么方便的设计，你不用每次洗碗时都提着水很重的水还要倒进洗碗机里面哦。那当然也可以放在任何的位置，像在书桌上也是可以哦。那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带去露营我觉得这个戴可洗碗机好像也是蛮不错的选择。戴可洗碗机的洗净系统部分，它底部有配置12个强力脉冲旋转喷嘴那水温呢最高可以到达75度C，可以有效冲掉油垢那很多人会问
没有加洗碗精或是洗碗粉，真的可以洗干净吗？其实，高温的去油能力是比冷水加上洗碗精要来的有效啊。只是人手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75度的高温所以你没有办法这样洗当然，你也可以加洗碗粉或洗碗锭提升洁净力，而且使用的方式很简单，直接在这个玻璃门上倒下去就可以了很直觉。那带个洗碗机的喷嘴设计非常有趣，是多个方向出水，加上旋转呢，可以更全面的涵盖死角更少。当洗完碗之后，接着就会用75°C的热风烘干，加上有着臭氧杀菌的功能，可以更全面的杀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碗盘干燥，容易收纳。对了，我猜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洗完碗之后很懒得直接把它拿出来收起来所以呢，这一台洗碗机呢，有搭配6个小时换气一次的机制可以降低在洗碗机内可能会有出现的闷臭味的机会戴克洗碗机有内建6种模式，包含强力洗、普通洗、经济洗、快速洗、果蔬洗，还有单独烘干。界面的部分其实很简单不复杂，只要按一按就可以开工了。那如果遇到碗盘非常油腻的，建议使用强力或是普通洗，水温比较高，比较容易带走油腻。那一般状况底下，可以选择经济洗或是快速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果蔬洗，还有海鲜清洗模式会以常温清洗，就是不会加热的意思那所以连水果就可以都直接放进去洗，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对了，那像是比较不会油腻的杯子、盘子，其实用果蔬洗蔬果洗也可以更省水、更快速前面看那么多介绍，感觉这个很吸引人吧？那到底实际用起来，感觉真的有这么好吗？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实测的环节。先来看容量部分。官方提供的资料最多可以放进32件餐具不过每个家庭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去做评估那难洗的气炸锅放得下吗？其实这个容量蛮大的以我家里用的小型气炸锅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就算再大1号，我觉得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很油腻的厨房家电清洗问题。好，真的要来实测了。先介绍一下受测餐具，这是我堆了2天的碗盘，大概5双筷子、4只汤匙、1个大汤碗、5个小碗、4个盘子，外加汤勺。你知道有时候只要一次懒得洗，就会越积越多。像这些量，大概就是一般4口家庭一餐的碗盘数量。那这样一家4口的碗盘数量，真的有办法洗干净吗？我们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如果它能洗得干净，就一定能洗得干净。所以我们用快速洗的流程来实测。那洗涤时我完全没有加洗碗粉对了，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碗盘放进洗碗机之前建议一定要把上面那种残渣、鱼骨头骨头什么东西稍微清一清稍微冲洗一下，冲掉这样才不会阻塞排水口外。另外也让清洁会更有效率大家可以一边看很疗愈的喷洗过程，那一边来了解一下洗程那除了蔬果洗以外，都会经过第一次最长时间的煮洗，水温呢跟时间会依照不同的洗程而定。以快速洗来说水温是55度，那强力洗呢是65度，那接着呢会接着5分钟的冷洗那最后第3次高温洗，这个温度大概会达到75°C。那冲洗时也会依洗程而定那洗完之后，最后都会进入120分钟75°C 的高温烘干前面提到快速洗是里面最短的洗程，对于碗盘比较不油腻的餐具，可以用这个洗程来洗。但我建议大家尽量可以直接用强力洗就好了，因为洗程的时间通常都不会太长。主要花费的时间都是在让碗盘烘干所以烘干时间会等最久。那经历了25分钟的3阶段快速清洗，加上120分钟的烘干，那相对油腻的碗盘会不会洗干净呢？其实效果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很多。在没有加洗碗粉的状况底下，原本油腻的碗盘都清洗得非常干净。那烘干部分呢，表现也比预期的好。虽然箱体内有水汽，但碗盘几乎都是干的。那也就是说，洗完碗之后呢，直接可以收进柜子里面的，收纳也相对方便。对了，那这样清洗会很耗水吗？那我们刚刚是用1脸盆的水来当来源那清洗完，其实这水还有剩话说你有把握用这样的水量完成刚刚那些盘子碗餐具的清洁吗？
如果是我自己手洗啊，大概可能要用上5倍的水哦，才有办法洗干净哦。所以用洗碗巾真的也算是省水资源的一个好方式哦。洗完碗之后，别忘了也要定期清洁一下洗碗机，大概2、3个礼拜一次，甚至1个月一次，我觉得都还好啦。那像是排水口滤网啊，难免都会有一些食物残渣残留啊。这时候只要把那个滤网逆时针转动一下，取下之后，简单冲洗一下，我觉得就可以装回去了哦。喷嘴部分偶尔也要清洁一下哦，因为台湾的家庭用水大部分都是硬水哦，所以难免会有水垢产生，也有可能会有食物残渣来去阻塞这个出水口。所以这时候啊，直接把这个向上拉出来之后，那去冲水一下呢，拿个牙签把每个孔洞啊都通一下就可以了。那最后呢，也可以拿一条干的抹布啊，把边缘的封条清干净哦，可以确保食物残渣不会留在里面啊，那就可以降低产生异味的机会。好，看完实测之后，你还是决定要用手洗吗？当然，如果是热爱洗碗的朋友，真的不建议浪费钱买洗碗机。虽然Daikin洗碗机真的很便宜，不过你买了还是浪费哦。不过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只要家中没有办法放进大型的洗碗机，又讨厌洗碗，真心推荐这一台。它不是高阶的洗碗机，买的也没有什么炫耀感啊，不能跟朋友炫耀。但它不需要改装家里啊，也不占空间，那也能洗干净，烘得干又能杀菌，更像是一张不洗碗自由通行证啊。洗碗这种事情就让会洗的人来处理吧哦。那以上就是Daikin洗碗机的实测跟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